我觉得今年的新科状元非我莫属。你疯了！你一个姑娘家考什么科举？我没疯呀，我只是突然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？李锦书嫌我脑子有问题退了婚，那我不如考个状元给他看看。你说什么？李锦书退了婚，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和我说？女子被退婚乃是头等祸事，外人该如何非议你的名节，又该如何看待我们整个江家？3天前，他托人送退婚书，说觉得我脑子不太正常，然后就跟赵家大小姐定了亲。赵家那个跟你从小斗到大的赵家大小姐，就是我那个死对头啊！他还在外面放话，说李锦书今年必中状元呢。那你考什么状元？人家都说了李锦书要中。爹，他说的要是准，我还站在这儿干嘛？他早当神仙去了。再说了，一个连我这么好的姑娘都看不上的男人，能考中状元，他脑子才有问题。这孩子的逻辑虽然清奇，但好像真的有道理。爹，女儿想要，女儿想要，女儿得到。对了，爹，从今天起我叫江无病，男装已经试过了，挺合身。九祖保不住了。爹，你没事吧？那我去北考了哈。造孽呀！爹，像不像？说实话，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女儿本就生得清秀，做男装打扮后英气逼人，眉眼间还带着3分天然的不屑。像倒是像，但是那就行了。爹，你觉得我考不考得上？考不上。那你平时的判断准不准？不准。所以呢？你考得上。答对了。这辈子都没这么累过。不用看了，我脑子里什么都有。已存。列宗保佑，保佑她别被人发现是女的，保佑九族平安。状元，有手就行。列宗救命！这孩子睡着了都在发癫。为什么叫江无病？因为他们都觉得我有病，那我就告诉他们我没病。你是没病，你只是脑子有毒。江无病，报名。你多大了？18。看着像16。长得显小，正常。锦书，你看那个人，个子还没你肩膀高，也来考乡试。赵大小姐，你谁啊？江家，江无病。江守业是我爹，城南那家应该有印象，毕竟你身边这位李公子前些日子刚退了我妹妹的婚。你是江小满他哥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你当然想过去，踩完别人一脚，再来一句都过去了。李公子这张嘴，倒比你读的圣贤书省事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人心眼小，别人忘得快，我记得牢。我今天就是为我妹妹证明，我将考取状元让某人看清，看看谁才脑子有问题。你凭什么跟我家锦书比？你识字吗？你知道四书五经一共几本吗？5本。你不会相信了吧？四书加5经一共9本，你才不识字吧？锦书，我们走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乡试见分晓。就这？写这么快，瞎写的吧？大人，交卷。你
写完了？写完了。检查一下？不必，我对自己的水平有信心。第3题答的不对，我随口说的。第三题，放榜我必羞辱江家！洒洒水啦。看完啦？你作弊！证据呢？你一定是……我提前半个时辰交卷的时候，你还在写第3题，想开点儿，第19名也不错了。毕竟你的能力就到这儿。杀人诛心啊！萧无病，你别得意，锦书会试一定会赢。哦，会试剑。到了。到了京城，低调做人，别惹事儿，别得罪人。爹，我尽量。你的尽量等于别人的不可能。今天诸位别紧张，会试而已，有手就行。兄台，你第一次考？那你可知会试录取比例是多少？不知道。1/30。哦，那也不错，比扑彩高。不，他说的好像有道理，完全没有道理。这不就是问你觉得国家哪里有问题吗？那我可太有发言权了。兄台，你是来考试的还是来革命的？大人，交卷。啊！你写这些不怕？我说的是实话，如果朝廷连实话都听不得，那这个试不考也罢。这孩子要么是天才，要么是疯子。江无敬是谁？我就说嘛，我是天选之女，天选之女，实至名归。谁啊？听说江公子会试第1，特来道贺。你谁？姓萧，单名一个，你可以叫我萧公子。我们认识？不认识，只是想结识一下。你也是考生？算是吧，不过我不用考试。哦，还有这种事？我爹比较厉害。哦，拼爹的。那你不考试来干嘛？看人。看谁？看你。看我干嘛？有趣的人不多见。这人什么毛病？陛下，那位的身份是江无病，京城江家，父亲江守业，6品县官，背景清白，只是性别似乎是女的。江家对外称是儿子，户籍上也写了男，但侦查了稳婆的记录，18年前江家生的是女儿。胆子挺大，女扮男装考状元，他不知道这是欺君之罪。陛下，要不要？不用。朕倒想看看他能走到哪一步。进来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路骑马赶来，泡死了2匹马。什么事儿这么急？女儿啊，不是儿子，不是你到底是我什么？您想怎么说都行。爹是见皇帝的，你知道见皇帝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啊，就是坐在龙椅上那个。你知不知道你说错一句话是要砍头的？知道。你知道你的会试内容砍10次头都不够。我知道。那你还……爹，你觉得我说的是实话吗？是。朝臣无能，陛下平庸，是不是实话？是，不是。
国库空虚，边关不稳，是不是实话？是不是是不？官至僵化，民生凋敝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说实话要杀头？放心，皇帝要是因为说实话就砍我，那说明他也平庸。我回去了。不等电视放榜，不等了，我怕我当场脑溢血。万一你真的中状元了，记得跟皇帝说你爹已经死了。你认真的？你说的好像有道理。这样九族还能少砍一个。为什么？一定要说，就说你爹已经死了，保重。记住，你爹已经死了。紧张？你怎么进来的？门没锁。我说你怎么进客栈的？翻墙。你不是考生，为什么对我这么感兴趣？因为你是第一个会试前3题全部答完只用1个时辰的考生。因为的策略里写了一句“君若不君，臣何必臣”，这句话在翰林院引起了地震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看热闹的人。明天殿试我会在。在哪儿？你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等等，你既然知道我的策论内容，你觉得我能中状元吗？你会中的。为什么？我正好缺一个敢说真话的人。差点说漏嘴。这人真的有问题。这人说话都结巴，有病！结巴！算了，明天电视，睡觉。他不会发现了吧？不会吧？结巴。结巴？他是在说我吗？女儿，今天叫我儿子。好高。好，儿子，最后一碗你爹煮的粥，吃完再上路。上路，爹，我是去考试，不是去刑场。有什么区别？你这张嘴进了皇宫，跟进刑场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。第一，进了宫别乱看，低头走路；第二，见了皇帝别乱说话，磕头就完事儿；第三，爹，这粥要凉了。第三，能不能不写朝臣无能，陛下平庸？虽然你上次说是开玩笑的，但你爹我就不放心。爹，你放心吧，你想通了。我会写得更委婉一点。完了，比如说，满朝朱子贵，进士陆渡人，如何？够委婉了吧？我能不能现在就去自首？为什么？主动交出犯人，可以从轻发落吧？爹，我走了，考完回来给你带宫里的点心。记得跟皇帝说爹已经死了。你给我回来！自动过滤。回来！哇，这柱子真粗，这地转真亮，这龙椅……江公子慎言，别乱看。这皇宫也没有想象的大嘛。平身。拼爹的是当今皇帝，完了，他昨天也没生气啊，说明他挺好说话的。他在笑什么？他不应该害怕吗？
写了什么？陛下，臣写完了。呈上来。你的策论很好，我就说嘛，皇帝挺好说话的。但朕想问，你说朝中诸公位高才苏，你可有证据？陛下要证据，臣有。吏部考核机制形同虚设，户部财政漏洞每年流失30%，兵部操练虚报，军费10去5六，工部工程烂尾，修一座塌一座。还有税赋不均，粮仓空虚，边防迟卫，河道淤塞，盐铁垄断，官员卖爵，书院凋零，流民日增，藩镇尾大不涨，13处弊端，臣都有记录。这个女人不是，这个人是真有本事。你说的这些可有对策？有，但臣需要时间，需要位置，需要权力。朕给你。满月令华人要上。这皇帝是不是太好骗了？谢陛下。留着，这人有大用。骗事也就那样，有手就行。就这么简单，我还以为多难呢。满朝朱子贵，尽是陆处人。满朝朱子贵，尽是陆处人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来人，3天后放榜，把江无病安排在状元。陛下，他才18岁。所以呢，朝文武终于来了一个敢说人话的，虽然说话的方式有点像骂街。想什么呢？她是女人，关朕什么事？明天让御膳房多备一道桂花糕。陛下，赐给新科状元，奖励他的策论写得好。陛下什么时候给状元赐过糕？这江修士怕不是要飞升了？你们看了吗？江无病的卷子看了。万朝朱子贵，尽是陆土人，这是人能写出来的？更猛的是那句“陛下方及弱冠，阅历未深”，这是在教皇帝做事。最关键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陛下说很好，所以这届状元8、9不离10了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家状元郎吗？哥，嗯哼，来京城听八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京城的瓜比老家的新鲜多了。我以为你是来为我助威的，原来只是为了听八卦。对啊，这里八卦多着呢，从尚书家小妾偷人到侍郎舞上私奔，应有尽有。有道理，对吧？说吧，殿试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把朝中所有人都骂了一遍，皇帝说很好。皇帝说很好？你确定他说的不是你很好？砍了吧？好像没加后半句。对了，我昨晚在隔壁街听说书大选人物志特辑，专门讲你们这届共死的，说你是100年来最狂的考生。策论写完之后，主考官看了3遍，第1遍想砍你，第2遍想砍自己，第3遍叹息一声，写得好。夸张了。还有人说皇帝看你的眼神不太对劲。什么叫不太对劲？看猎物的眼神，看玩具的眼神。哥，你是不是瓜子嗑多了？嘿嘿，不过说真的，如果真中了状元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入朝为官，整顿吏治，富强国家，让天下人吃饱穿暖，再然后让李景书看看他退婚退掉的是什么人。不愧是我妹妹，不对，弟弟，有志气。恭喜江兄高中状元，江兄大才，实至名归。客气客气，机操勿六。感觉如何？我什么？我考了状元，而你只考了榜眼，
而且我忽然发现，你当初退婚也挺有先见之明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江家喜欢状元，不收次品。这嘴也太损了！现在是你不配我们江家。锦书，我们走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赵大小姐，你当初放话说李锦书必中状元，还记得吗？那是我随口说的。我还以为赵大小姐能掐会算呢，闹了半天，原来是张嘴就来。爽爽爽！状元江无病，新科状元江无病才学出众，策论精辟，深得朕心。特加封翰林院修筑兼行走户部，即日入朝。翰林修撰就算了，行走户部，这不是破格提拔？户部那地方，他才18岁，能管得了？管不了也得管。你没看陛下看他那眼神儿？江爱卿，户部的事，朕就交给你了。陛下放心，臣必定让国库翻番。让国库翻番，谈何容易？好，朕等着。这是朕随身之物，今日赐你，望你不负朕望。这女人是真的不怕朕。爹，中了！爹，你看，翰林院修筑兼行走户部。没事吧？没流放？没人弹劾你？暂时没有。老天有眼啊！感谢列祖列宗保佑。爹，你该感谢的是我，是我考上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我这2天烧了4斤香，磕了200个头，给祖宗牌位换了3遍供火。那你还挺忙。你，爹，别骂了，我带你去吃饭。宫里赏的银子还没花呢。你看看你腰上那块玉佩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皇帝挺喜欢我。意味着这全朝廷的目光都在你身上，你做什么都会被放大。爹，你说的这些我之前就想过了。我考状元是因为我想当官，我想当官是因为这个国家需要整顿，而且我不犯错，他们能拿我怎样？所以你真的不怕？不怕。为什么？我上面有人。是谁？我是文曲星转世啊。九族还是有危险。江修撰留步，恭喜江修撰高中状元。听说江修壮也被安排在翰林院，我们以后是同僚了。江修撰，今后同朝为官，我希望我们能和和气气的。李景书，你以前怎么没想过和和气气？我们江家与你势不两立。江无奏，你不要太过分！过分？我说的只是事实。江无奏，你等着！江修之，这是去年的账册，有点乱，您将就着看。这本您最好别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本上面有尚书大人的朱批，您看了也是白看。我要见尚书。江修助，贵客贵客，来坐。钱大人，我想查一下去年的全部账目。哎呀，江修助，你刚来，不急，先熟悉环境嘛。钱大人，电视上我对陛下承诺过让国库翻番，
所以我需要看全部账目。好，江修助要看，自然可以。不过提醒江修助一句，户部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，深到什么程度？深到会淹死人的。钱大人放心，我会游泳。来人，去查一下江无咎的背景，越详细越好。是。水深，我看了半天账本，全是乱的，问谁都是一问三不知。钱万贯是个老狐狸，笑脸下面全是刀子，所以需要你哥我出场了。有哥呢，不怕不怕。户部38人，关系网如下：钱万贯，上述贪腐金额估算至少20万两起步。从3年前开始系统性做假账，赵明诚、侍郎经手漕运3笔黑账，每笔不少于5000两。孙敬业、郎中管漕运账目，实际上是钱万贯外甥，户部没几个人知道。哥，你真是个人才。那当然。先摸清楚，然后一锅端。有这些够不够？不够，这只是3年来钱万贯贪污的流水情报，每一笔的时间、注额、经手人，只要你能查到账本，能对上。但是你没有账本。哥，你穿女装是为了搞情报？一半一半，一方面方便女人在茶楼里别人不防备，另一方面嘛，我穿很好看，你不觉得吗？比我好看。我决定了，明天早朝直接弹劾钱万贯。可以，但有个问题，这些情报都没法当证据。你知道他贪了多少，知道怎么贪的，知道跟谁勾结，但都是道听途说。上了朝堂，他一句证据何在，你就哑火了。不用证据，我明天早朝上弹劾他，不需要铁证。你有把握？没有，但如果细节说得够清楚，钱万贯自己会慌，慌了就会露出破绽，露了破绽就会被皇帝注意到，被注意到了就会查，只要查，你的情报就派上用场了。好计谋。好，不愧是我妹妹。是弟弟。对对对，弟弟。朝堂肃静，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臣有事起奏，臣弹劾户部尚书钱万贯。江修助，何出此言？臣今日要弹劾钱万贯3宗罪。第一，贪墨。3年来，钱万贯通过漕运虚报、工程回扣等方式，贪污国库银两至少15万两。第二，结党营私。户部侍郎赵明诚为其狗腿，郎中孙敬业为其外甥，户部上下一半是他的人。第三，欺君。3年前，陛下下令清查漕运账目，钱万贯交上来的清册是假的，真账藏在他府邸书房的密室里。你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？陛下一查便知。来人，去钱万巨府上书房墙后第3块砖。既然江爱卿说的如此详细，那就先查，查完了再说。退朝。江无病弹劾钱万贯，连密室在墙后第3块砖都知道，这个江无病太可怕了。怎么样？弹劾了，抄家的禁军应该已经到了。好兆头，来吃馄饨，吃饱了有力气继续搞。哥，你说钱万顿那密室里的账本够不够他抄家的？够，不仅够他抄家，够他满门抄斩。55万两，这么多。55万，一个户部尚书3年贪了55万两，比朕的私库还多。抄家、流放、家人充军，明日早朝宣旨。
这份账目您看看，江修造，曹云那边的款项怎么处理？工部来催去年的工程尾款了。一个一个来，先赈灾款，后军饷，再工程款。工部的尾款让他们等着。可是江修助，工部那边让他们等着。江修助，下官就是想请教一个问题。您之前在朝堂上说户部能国库翻番，下官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做到。你想知道？很简单，把贪出去的银子追回来，把浪费的款项砍掉，把糊涂账算清楚，上面自然会做。上面？上面有人。是，下官明白，下官明白了。上面有人！算命的说了，我可是文曲星下凡。江修助上面有人，那个语气，那个表情，绝对是那位龙椅上那位。那这些被追回来的款项，入国库，全部。材票费多报了4成，人工费多报了3成，杂志多报了5成，让他们重新报预算。江修传，您怎么知道的？看出来的，合理预算和不合理预算差一个字就差几千两。老臣从前觉得1000万贯被抄家是运气不好，现在才明白是碰上了您。老臣在户部做了30年，没见过像您这样的人。敢弹劾上书，敢查账本，敢把贪了的银子一笔一笔追回来。你要真能把国库翻番，老臣这把老骨头给您当牛做马都行。陈大人，户部之前怎么样我不管，但从今天这的每一天，户部就得干干净净、明明白白。户部风气换来一新，国库果然在翻番。是的，江修剧。上个月的存银比上月多了3成，正常。照这个速度，年底翻番不是梦。当然。殿试那天，我在策论里写：今之朝堂如朽木为梁，风雨一至必倾。现在我觉得这朽木也不是不能换，一根一根换，换到全换完为止。这人是真有本事。陛下说的是江修传，那要不要再提拔一下？不急，先让他再干半年，然后再说。这朝堂终于不那么无聊了。小德子，江修传那边最近有没有人发现什么？陛下是说他的身份？目前还没有。户部那些人都以为江修助是个少年郎，主要是他行事太剽悍，没人往那方面想。那就继续让他们别发现。陛下，您既然早知道，为什么不？因为他比满朝文武加起来都有用。至于他是男是女，朕不在乎。他们1年追回了6年的亏空，之前被砍的那1成军饷，真被他们用到刀刃上了。我们那个修城墙的预算，江修组批了，但砍了2成。2成？他说材料重新核价，市价比原报价低3成。去跟户部搞好关系。大人，怎么搞？先送点土特产吧。大人，我们是工部，不是种地的。那送点砖？银耳2斤，燕窝1盒，公断4匹，御酒2坛。爹，你别省着吃，我现在有俸禄了。怎么了？女儿寄东西回来，你怎么还哭了？不懂，他每次寄东西回来都说明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，就说明九族还活着。你知道这半年来我每天都在做什么吗？每天早上一睁眼，先掐自己一把，确认自己还没被砍头。给你买的，你不是说最近心慌睡不着？金刚经，谢谢。行剑行宫避暑。陈大人，
工部去年修城墙的预算是多少？8万两。修城墙8万两，修个避暑的行宫120万两。这行宫是金子做的。驳回，送回去。江修具，这可是工部呈给陛下的折子。我知道。您这恢复，要不？怎么了？要不你帮我润色一下，改成建议重新考虑该项支出的合理性。这样好。但我懒得写。他敢这么批？去找丞相！丞相大人，您看看，您给评评理。江修纂的字确实越来越好了，就这，不然呢？你觉得我去找他理论能说得过他？别修了，120万两确实贵了，你那个预算可能真的被驴踢过。陛下，要不要召江修筑来问问？不用，他批的没错。可是陛下，他这样驳回陛下行宫。朕什么时候说过要修行宫？这折子是工部主呈的，那就是工部的主意，不是朕的。既然户部觉得不合理，那就驳回。陛下，您这话说的是不是太怂了？送回去。大人，要不咱们换个思路，修个便宜点的，比如修个别院，预算20万两。20万两，江修筑能批？试试。预算20万两，准了。早这样不行了，浪费我2张纸。召江无病来御书房。江爱卿，这个你批的？是，脑子被驴踢了，臣写的，字还不错吧？你知道这份折子是呈给谁看的吗？知道，呈给陛下的，但拨的是国库的银子。既然拨的是国库的银子，那臣就有权审核。120万两修个避暑行宫，陛下觉得合理吗？去年京城大雪，城西贫民窟塌了100多间房子，户部拨了2万两安置灾民，2万两救了400多户人家，2万两够400户人过冬。120万两够多少户人过冬？陛下算过吗？这没算过。臣算过，2万4千户。国库的银子是给国家发展的，不是给陛下享乐的。这是臣在电视策论里写的，陛下当时说很好，臣只是照着做而已。所以你觉得朕修行宫是不对的？20万两的可以，陛下也是人，也需要休息的地方。你，如果陛下觉得这120万两预算没问题，那陛下也需要反思一下。慎言呐，慎言呐！滚！臣告退。陛下如果因为这个要砍臣，那陛下也是脑子被驴踢了。陛下，要不要？不用，让他滚。哟，脸色不太好啊，被骂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每次都是这里。你每次被骂都来这儿。今天我在御书房把皇帝也给怼了。我说国库的银子是给国家发展的，不是给他享乐的。我还说他如果因为这个砍我，就是脑子被驴踢了。他让我滚。你除了还会说什么？他没砍你，没让人抓你，没革你的职，你看吧。那你慌什么？你说的对，我没慌。不，你慌了。你慌的不是被骂，你慌的是你骂了他，他居然没生气。换个说法，你在担心他为什么不生气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回家今天的事得跟爹说一声。
等等，你跟爹说的时候，建议不要说你骂了皇帝。为什么？因为爹可能会当场去世。爹，我今天跟皇帝吵了一架，他让我滚，然后我就滚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跟皇帝……不听，不是这一句，让你滚那句。他让我滚，然后你就滚了。对。有没有说拖出去砍了？有没有说打入天牢？有没有说抄家流放？都没有。没疯，我没疯，他和皇帝吵了一架，皇帝只让他滚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皇帝不想砍他，九族暂时安全了。你不是说他听了会当场去世？我低估了爹的求生欲。江修卷，兵部新到的桂花糕，南方贡品，您尝尝。尚书大人，您这是兵部的军饷，上个月不是刚批过？批了，不是来要银子的，纯粹是来看看您。江修传，今年的西湖龙井，知道您爱喝茶，特意给您留的。尚书大人有何贵干？没有贵干，纯粹是……您这窗台上那盆花不错，那是仙人掌。对，仙人掌，好花。那我江修传，今年新收的荔枝蜜特别甜。大理寺也有事，纯粹怕您上火。陈大人，他们为什么都来给我送礼？江修之，您真的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因为您在御书房骂了陛下，大家觉得您在陛下心里的分量非常高。有多高？3、4层楼那么高了。这不就是正常君臣关系吗？臣说实话，君听劝，很正常。今天收获不错嘛，桂花糕、龙井、蜂蜜，哟，还有一批蜀锦，兵部送的，说是边关新到的。你知道这批蜀锦值多少钱吗？至少50两银子，够你爹吃1年。兵部尚书随手就送出来了。江修柱，你在朝中的地位比你自己想象的高得多。那我是不是应该更嚣张一点？这才是我妹妹，不对，弟弟。不过有个事儿得提醒你，最近朝堂上有些不太好听的话。什么话？男色误国，有伤风化。继续。还有个老御史在折子里写了“陛下当以江山为重，勿沉迷”，写到一半被他儿子抢走烧了。所以他们以为我靠美色上位？对，我哪有美色？说实话，穿男装还行，穿女装比我还差点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他们连审美都有问题？对，一个连美丑都分不清的朝堂，你一个人辛苦了吧？是挺辛苦的。这段写的太好了，你看，嘘，小声点，怕什么？江修传早走了。江修传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江修钻无器者，新科状元也，年少俊秀，才学绝世。陛下初见之，目光缱绻，久久未移。殿试之日，江修卒策论如刀，陛下非但不怒，反赞很好。朝中老臣皆惊。此非赏识，实乃御书房夜话之后，陛下亲送至殿门，赐玉佩为信物，将无卒悬于腰间，日日不离。此非君臣之礼，朕说了，你敢摘，朕就亲手给你寄回去。刘文昭，这书是你写的？是下官写着玩的。江修钻立于朝堂，陛下目之所及皆是温柔。百官虽众，陛下眼中独此一人。江爱卿，上前来，站近些，朕好看清你。这是写着玩的？江修钻饶命，下官就是觉得您和陛下之间有些微妙的化学反应。什么反应 ？CP 感。CP 感是什么？就是看起来特别配的意思。
没生气？他没否认和陛下的关系，那我们可以继续写了。这也行？这写的谁？本人怎么不知道？这人想象力也太丰富了。第一条划掉，御书房送出门就是普通的礼节。第二条划掉，玉佩这就是随手的给的。第三条划掉，如果全朝堂都看了这本书，如果大家都以为我和皇帝有一腿，那是不是更方便我干活了？干活效率翻倍。留着吧，说不定有用。希望第二卷写得更精彩些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朕什么时候目光浅念了？朕什么时候独宠一人了？这是谁写的？朕没欠你！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编出什么。朕没牵他的手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这书写的还不错，文笔尚可，留着。啥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陛下，要不要澄清一下？澄清什么？澄清您和江修壮没有那种关系。不必。可是后宫那边，淑妃娘娘今天哭了3回了。让御膳房给淑妃送碗银耳羹。陛下，银耳羹治不了失宠。他们爱怎么猜就怎么猜，反正猜得越大声，他在朝堂上就越安全。陛下，您不会是故意不澄清的吧？为了让他可以继续在朝堂上横着走。且说那朝堂之上，陛下目之之极，皆是温柔。百官虽众，陛下眼中独此一人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你说这书里写的几分真几分假？9分假，1分真。反正很精彩。我听翰林院的老臣说，陛下最近批折子的时候老走神儿，有时候写着写着忽然问一句：“江修战今天上折子了吗？”还能怎么回事？男色误国呗！堂堂天子不近女色，专宠一个男的，这叫什么？有伤风化，有辱斯文。男色误国！什么知县？西南山清秀，好好将修纵马，应该的。姐姐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本《承恩录》听说了，全宫上下人手一本。陛下真的……我入宫2年，陛下坐在偏殿里批镯子，我给他磨案磨到半夜，他头都没抬过。我一直以为陛下是勤政，是心系天下，现在我才知道他是对我没兴趣。不是对你没兴趣，是对所有女人没兴趣。我每天精心打扮花半个时辰的眉，陛下看都不看。妹妹，想开点，至少陛下不是不喜欢你，他是压根儿不喜欢女人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倒是想会会这个江修筑，我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男人能把陛下从我们所有人身边抢走。如果真是狐狸精也就算了，如果是个死直男，那我可就真的不服了。狐狸精认了，死直男不服。姐姐，你要去找他吗？再等等，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后宫联合行动启动。谁在念叨我？可能是皇帝，也可能是后宫那些女人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猜的，毕竟他们的男人天天跟我在一起，换谁谁不气。你这话说的好像你跟皇帝真的有什么似的。气着呗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哥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澄清一下？千万别！我问你，自从这本书传开之后，户部好不好管了？好管了。各部送的东西多了还是少了？多了。有人找你麻烦吗？没有。那你澄清什么？好像有道理。有道理，不澄清胜出。你现在就像狐假虎威里的那只狐狸，老虎是皇帝，全森林都怕你。狐假虎名场面，皇帝肯定也看到那本书了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他真的对你有意思。你说什么？什么鬼？总之你记住，
不澄清就是最好的澄清，默认就是最聪明的反击。有道理。定情信物，这玩意儿不是随手给的吗？随手给的。算了，不想了。所以你打算继续当狐狸？当？为什么不当？反正全森林都怕我。这才是我最拽的狐狸。什么情况？你在这儿干嘛？江修川，叫我江大人。江大人，我是来找江姑娘的。找我妹妹？对，我想见江姑娘一面，求您通融。你见她干嘛？渣男复读记。我被赵家退了婚，官途也不顺，被贬了3级，现在在清水衙门里混日子。我后悔了，后悔当初退了江姑娘的婚，后悔攀附赵家。我知道错了，我想当面跟江姑娘道歉，求她原谅。惨，活该。你等一下。哥，李景书在外面跪着，说来找江姑娘，也就是你，求复合。来活了！来了！让她进来。你要干嘛？跟她谈谈，毕竟江姑娘也很久没见客了。好吧，随便你。砰！李景书，你完蛋了！你完了。李公子，好久不见。就是江姑娘，你看你淋成这样，快进来。他居然不记恨我。来了，3、2、1。江姑娘，你怎么？谁是江姑娘？老子是你江爷爷！还热着，我就知道。我错了。搞定，一盏茶刚好。唉，怎么样？你哥我厉害吧？完美收官。猪头认证。在下要去告官，江无病，你有打朝廷命官。朝廷命官，你现在几品？从7品。从7品，跪在我家门口求我妹妹复合。你觉得府尹大人听了这段，会觉得谁更丢人？3连暴击！而且你告我什么？告我打了你，谁看见了？这里没有人证，也没有物证，你那脸上的伤是自己摔的吧？下次再来，记得多带2个大夫，我下手比较重。哟，新裙子弄脏了，我的限量款！渣男再见。你也在看？那个渣男就是之前退婚那个，就是江家考上状元，他倒回来求复合。活该被打，打得好！正义邻居联盟。全完了。
今日战绩还行吧。李景书已离县，今天朕要搞事。江爱卿，上月盐税账目你交了吗？交了，朕没看到。臣月初就交到内阁了，陛下可以查到。那拨款申请的格式为什么又不对？臣按的是户部标准格式。朕觉得不对。哪里不对？抬头不对。好吧，第一次觉得这人是不是在找茬？江修壮，您是不是该去跟陛下认个错？认什么错？就是您在御书房说陛下脑子被驴踢了那件事。那都过去多久了？陛下不是没追究吗？没追究能等于不记仇啊！您去再服个软，说不定就翻篇了。陈大人，我错哪儿了？我驳回行宫预算没有错，我在御书房说实话没有错，我说国库银子不能乱花更没有错。既然没错，为什么要认错？没有错。老臣无法反驳，但老臣还是很担心。他说的确实有道理，但老臣怎么还是觉得九族在晃呢？道理我都懂，但我还是慌。陛下，这次又是什么问题？折子的边不够齐，这也算理由？裁纸边不齐，这也算理由？臣回去重裁。江修壮，您真不打算服个软？不，万一陛下继续为难，那就继续。我干我的活儿，他找他的茬，看看谁先撑不住。好家伙！大拇指已发送。800里加急，胡人新首领噶尔丹率5万骑兵南下，镇北将军韩振山连丢3城，折兵手上万。一切找茬到此为止。镇北军的军饷是户部批的，不错，是臣批的。韩振山的军饷批了多少？30万两，分3次托付，最后一次是上月。上月批的军饷，这个月就丢了3个城。你管国库的，养兵是你养的吗？养了个废物。行吧，陛下，军饷批了，运到了，装备换了，仗打成这样是将军的问题，不是银子的问题。朕不管是谁的问题，朕只知道边关丢了城，死了人，而你是管钱袋子的，钱袋子出了问题，就是你的问题。他说完了，那我就不说了。江秀柱，陛下今天的话，您别往心里去。我没往心里去，他骂的不是我，那他骂的是他自己。边关丢城，皇帝骂户部，骂的是他自己用人不当，看人不清，只是不好骂自己。韩真恩山打仗确实不行，军饷再多，将军费也是废物。这个人思路清奇，但颇有道理。既然你们都不行，那我来。江爱卿，这么晚了，有事？边关的事，臣想了3天，拟定了退敌3策。第一策名送瘟神。第一步，做好防护，收集边关瘟疫中死去的尸体，不用新鲜的，越腐烂越好。这是什么操作？第二步，
将尸体投入沸池中混合搅拌，菌中俗称金汁，发酵7日，毒性最强，不必瞄准，砸中帐篷即可，罐子一碎，毒液四溅。第3步，让投降的兵夫来搬运这些尸体，不用发兵器，不用给盔甲，干3天，染上病后放回去，放到胡人营地门口。不降的兵夫绑在木桩上，摆在阵前当草人。胡人放箭械，射的是自己人，不放箭那就是靶子，我们射。江爱卿，你说的这些是兵书上看的？兵书上的太温和了，臣自己改良了一下，用瘟疫打散胡人的士气，用禅服瓦解他们的军心，用恐惧击穿他们的防线，三管齐下，胡人3个月内必退。那瘟疫会不会传回来？不会，冬天风向朝北，瘟疫只会往草原吹。臣算过，3年之内胡人部落10去7、8，10年之内永绝边患。陛下觉得如何？很有趣。说说第2册。胡人的营地背靠黑水河，挑300精锐，穿胡人溃兵的衣服，趁大雪之夜划羊皮筏子渡河，不带长器，只带短刀、火渣、毒药，一路烧粮草，2路在水源下毒，3路摸到中军大帐。不管杀不杀得了他，只要火一起，整个胡营必乱，乱军之中不便敌我。第3册，臣想了很久，这一册最狠，也最有效。屠光边关北侧7个村落，7个村子，大概3000多人，全部屠掉。陛下，臣算过，村子物资够镇北军吃2个月。韩振山连丢3城，折损上万兵马。问题不在于兵力不够，在于士气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过什么，上了战场，要么赢，要么死，没有第3个选项。江爱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计策有点丧尽天良？有吗？臣只是把最有效的方法列出来，至于陛下用不用，那是陛下的事儿。但臣要向陛下说明一件事。边关丢了3座城，死了上万人，韩振山打不过噶尔丹，这是事实。如果不尽快扭转战局，还会有更多人死。臣的计策也许不好听，但他们能赢。朕再想想。时候不早了，江爱卿先回去休息。臣告退。江爱卿。朕最喜欢听你说话了。谢陛下。来人，现在传朕的密旨给韩振山。陛下，这把江修传的计策写上，最后跟韩振山说，打不赢，朕就把江修传派过去当监军。陛下，江修传去了边关，敌军还没死，我军先被他吓死了。所以韩振山必须答应，为了他自己，也为了胡人。屠村肉干。陛下，兵部有事圣奏，请求增拨军饷，调整边境布防。江爱卿觉得呢？臣觉得增拨军饷可以，但调整布防再缓，等韩将军那边战局明朗再议。好，军饷户部去办，布防先搁置。陛下，祭天大典流程需陛下过目。江爱卿觉得呢？祭天大典的预算是多少？15万两，砍一半，剩下的流程也砍一半。祭天重在新城，不在排场。好，砍一半。皇帝变应声虫了。陛下，某地知府空缺，有2个候选人。江爱卿觉得哪个好？臣不认识那2个人。那就先搁置，改天再说。早朝终于结束了，退朝。你们发现没有？今天陛下有点不对劲儿。发现了，他问了江修传多次，你觉得呢？你们注意到陛下看江修传时的眼神了吗？注意到了。什么感觉？老鼠见了猫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陛下好像怕他。可他是皇帝呀，怕一个户部修禁？
你没看承恩录吗？上面写着御书房夜谈，陛下送他出门时手都在抖。小媳妇儿送相公。陛下，外面都说陛下送江修俊出门，像小媳妇儿送相公。不必理会。陛下，江修志，外面都在说陛下今天对您言听计从。正常，我说的有道理，他自然要听。那您觉得明天他还会这样吗？看情况。镇北军收复朔州3000骑，克复云中，噶尔丹败走黑水河，追击300里，无人残部溃散。干得好！陛下，臣有个问题。江爱卿，请讲。韩将军用的什么计策打赢的？陛下为何不用臣的3策？普通的打法，诱敌深入，分而击之。没有用臣的3策？没有，1策都没用。韩将军有自己的判断。来了！他去找陛下了。对，朕没送。为什么？因为用了你的计策，朕就不是一个皇帝了。屠村充租粮，瘟疫投敌营，这些计策朕知道能赢，但赢了之后呢？天下人会怎么看待朕？史书会怎么写这一笔？后世的人会怎么评价朕？朕不怕背上暴君的名声，但朕怕开了这个头之后，从此大玄的将军都学你，打个仗先想怎么屠村吃人。那韩将军是怎么打赢的？这是朕给韩震山的密旨。密旨上写的什么？打不赢，朕就派江修主来前线当监军。他怕你去，他回信说，朕千万别让江修父来，他宁可自己在前线，也不愿意让江修主来边关吃沙子。韩将军虽蠢，但良善。朝论功行赏，韩震山加封镇北大将军，10亿3000户，赏万两黄金。户部郎中江无病，臣在。边关战事，你虽未亲赴前线，但居功至伟。陛下，臣什么都没做。你做了，你让韩震山拼命了。这是韩将军给朕的回信，朕念一段。陛下，末将接到密旨当晚，一夜未眠，反复思量，若江修筑真的来了边关，末将该如何应对？想了半天，没想出来。江修传在户部管国库，半年之内银子翻了1倍。他要是来了边关，多半也会要求末将把杀敌数翻1倍。没错，我就是。末将实在翻不上去。而且江修壮是个文官，边关风沙大，吃不好睡不好。他来了要有个闪失，末将担当不起。末将想来想去，还是自己打赢算了。信中附江修筑退敌3策抄本1份，末将拜书后只觉背脊发凉。若真用了此计，无人可退。但末将从此不敢再照镜子。末将请陛下代为转告江修筑，将军杀人用刀，您杀人用械，末将自愧不如。所以韩震山这7场胜仗里，有一大半是你替他打的。臣只是写了份计划书。计划书吓破了一个将军的胆，比军令还有用。户部郎中江无病，即日起加封参政知事，赐紫金鱼带。谢陛下。江大人，您知道自己是多少岁当上参政知事的吗？大玄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参政知事，比前任年轻了12岁。正常正常。参政之事，恭喜恭喜！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宫门口等的时候，出来一个脸色铁青的老，嘴里念叨着参政之事18岁，我孙子还在流鼻涕，所以我就猜到了。哥，
韩将军在信里说，怕我来前线吃沙子，怕我睡不好，怕我有闪失，所以他拼了命打赢了7场仗，就为了不让我去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欠他一个人情？但我不喜欢欠人情。那怎么办？下次他回京顺之，请他吃饭。吃什么肉？喏，状元郎，赏你的。还挺好吃。各位大人，国库现在有钱了，但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，所以从今天起，所有超过5万两的开支必须经过江大人，我们兵部的军饷是按月发的，每个月都超过5万两。我说的是额外开支，比如上次你送给我的那批蜀锦，50两一匹，兵部买了几匹？10匹。10匹蜀锦，500两银子，够边关一个百人队吃1个月。蜀锦能当饭吃吗？不能。那以后别买了。是，祭天流程您上次砍了一半，还剩几个环节？28个，再砍一半，13个。这祭天大典历代都是。祖宗啊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历代国库没翻过1倍。是，那人事调动，吏部的人事我会单独看，你们那套考核标准太老了，什么时候改一改？是，上次那个太湖石太大了，进不了门，下官赔您一个新门。不用了，门已经修好了。你下次送东西先量一下尺寸。是。我觉得我们不像6部尚书，像6个刚入学的小学生。这位江先生骂人还不带脏字儿，比带脏字儿的还难受。敬酒不吃吃毒药的，小声点儿。他现在是参政之阵，能参我们。当年电视放榜那天，江无病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你的能力就到榜眼。”当时我以为那是讽刺，现在我知道了，那是预言。陛下，老臣不得不说，江参这近来行事太过放肆。6部尚书被他挨个骂了一遍，祭天流程被他砍到只剩13个环节，兵部篡练方案被他打回去改了5遍。老臣知道他有才，但恃才傲物也要有个度。如此下去，朝中无人敢进言，无人敢反对。陛下，这朝堂都快成他一个人的了。丞相，多让让他。可是陛下，他骂6部，6部的确该骂。祭天砍流程省的是国库的银子，兵部篡练方案改5遍，是因为前4遍都有问题。丞相，你是老臣，你应该比朕更清楚，这朝堂上有的是不想做事的人，但想做事还敢做事的只有一个。那陛下就打算这么一直纵着他？不是纵，是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只要他高兴。本来今天是想来催军饷的，但此刻忽然觉得那笔军饷也不是那么急了。江大人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。您听到什么了？什么都没听到。你们刚才聊什么？天气不错。是不错。江大人坐。江爱卿喝茶，今年的新茶。陛下，臣今天来是想催军饷。批了，多少都批。是3万两。批4万两，凑个整。江爱卿还有别的事吗？没了，臣告退。多让让我，这拼爹的越来越蠢了。吃饱了骂人才有力气。注意，江参军今天脸色不对。怎么不对？他平时上朝是你们好的表情，今天是你们死期到了的表情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经验。陛下，臣有几句话想说。江爱卿请讲。兵部上次让你们改的操练方案改了几遍？5遍。变第14条，阵型转换时间从1炷香增加了1炷半，你加着半炷香的依据是什么？实战经验。哪场实战？没有实战依据就不要乱加，回去删了。是。礼部祭天流程砍完13个环节之后，还剩哪个环节最花钱？5月。5月花了多少钱？ 2万两。
砍一半，1万两，剩下的钱拨给翰林院修书。工部，上次让你修的那段城墙图纸画好了吗？但施工队说有一段地基不稳。那你就去看地基，图纸先放着，地基稳了再修，不然修了也是豆腐渣。是。吏部，考核标准还没改？正在改，改了1年了，下个月一定呈上来。下个月，我记住了。是。大理寺，上次那个巫蛊案结案了吗？还没有。为什么没结？主犯还没招供。都2个月了，你是大理寺还是养老院？下官今天就去亲自审。好。户部，上月盐税账目有3个县的数字没填，老臣回去就填，今天就填。是。江爱卿，要不这皇帝给你来当？陛下说笑了，我们江家忠君爱国，绝无二心。朕知道，朕说笑了。退朝。今天骂了多久？1炷香。上次骂了2炷香，今天发挥不好。今天脚疼，影响状态。那你下次吃饱了再去。有道理。陛下，您刚才是真的说笑？朕也不知道。唉。听说今天陛下想把皇位让给你，你拒绝了？我拒绝了。为什么拒绝？太累了，当皇帝每天要上早朝，要批折子，要接见使臣，哪有当参政之事自在？有道理，而且当皇帝不能骂人，你现在想骂谁骂谁。对，所以我就拒绝了。够委婉吗？你认真的？你把皇帝想禅位和仙人掌倒了放在同一个段落里，这就是你的委婉？怎么了？都是日常琐事。弟弟，你要不要回炉重造一下？爹要是在这封信里活下来，那他就真的是不死之身。前日女儿生了参政之事，祖坟冒青烟，九族暂时安全。今天天气也好。爹，今天早朝陛下想把皇位让给我，但是我拒绝了。怎么了？皇帝要把皇位让给他，他拒绝了。老伴儿，收拾东西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皇帝要把皇位让给他，他拒绝了。你是说皇帝要把皇位让给我们的女儿，对，然后他拒绝了？对，为什么拒绝？他说太累了，当皇帝要上早朝。你走了谁做饭？让他继续当官吧，反正九族早就习惯了。姐姐，你真的要去？去，我要亲眼看看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陛下连后宫的门都不进。这位小娘子，请问这是江修筑的府上吗？江修筑在院子里浇花，请进。完全不一样。您是江修筑，我是宫里的永宁殿德妃。德妃娘娘找我有事？江修传，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让陛下对你言听计从的？我对陛下说实话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你知道外面都在传你和陛下有？知道？那你为什么不澄清？澄清了六部就不怕我了，六部不怕我就不好管，不澄清更划算。全碎了。那你对陛下有没有那个意思？哪个意思？就是你是问我喜不喜欢陛下？那个意思。他批折子太慢，上回让他批军饷拖了2天才批，我觉得他这方面还需要改进。你真的是男的？还在发育。你没有耳洞，但你耳垂上有针眼愈合的痕迹。你是女的？是，我是女的。然后呢？你知不知道我这2个月怎么过的？每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想不通为什么一个男人能抢走陛下的全部注意力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没输，我只是从一开始就在跟一个不存在的情敌较劲。叫我姐姐就行，然后我放心了。你误会了一件事，我不是来抢陛下的，我是来干活的。国库、边关、6部，哪个不比谈恋爱重要？江修治，你穿女装应该很好看。姐姐，怎么样？见到了吗？长什么样？是不是特别好看？是女的。你说什么？江修壮是女的，女扮男装。女？那
我之前哭的算什么？女的，所以陛下喜欢的是女人，不是男人。太好了，陛下不喜欢男人，我还有救。陛下喜欢女人，等于我还有救。等一下，如果她是女扮男装，那她是欺君之罪。我觉得陛下也知道，陛下知道，但不确定。陛下登基3年，什么人能在他面前瞒这么久？除非他一开始就没打算拆穿。我忽然开始同情江修奏了。为什么？他以为自己在孤军奋战，其实他最大的秘密早就被陛下捏在手心里了。陛下什么都不说，这么看着他表演，你们不觉得陛下有点变态吗？觉得。陛下，变态认证。我们要不要帮他瞒着？当然要帮。他要是被拆穿了，陛下回到后宫，我们就要重新开始勾心斗角。你们想重新开始吗？不想。江修就一个人在朝堂上撑着，我们多清闲，不用争宠，不用算计，不用天天化着妆。而且他还会管国库，国库有钱了，我们的丽颖也跟着涨。上个月新发的胭脂水粉比去年好多了。算盘打完，稳赢。从今天起，江修壮就是我们的编外姐妹。编外姐妹即日生效。满朝都知道，给江无病传旨是大周朝死亡率最高的工作。江修筑，陛下有旨。临江县暴雨，粮食短缺，粮价涨到70文一斗。陛下让我去赈灾，监管粮价。什么时候出发？您不问问别的，比如为什么是您去？这还用问？因为我最厉害啊！他真是个大聪明。听说你要去临江？赈灾。有意思。你把这些都带上，哥。好家伙，小满，你果然有病。彼此彼此。下官临江知县赵有德，恭迎钦差大人。赵大人，废话少说。第一，带我去看粮仓；第二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许任何人从官仓买粮。第三，我要宴请4大米夯家族。4大米夯家族故意囤粮，抬高粮价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我知道，7天粮价必降。赵大人，告辞。光穷，钦差来查粮价，咱就说家里也没余粮了，接不过了。那赴宴穿什么？穿补丁，越破越好。补丁战略启动。江大人，您看夏民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，牙都饿掉了。等等，钱老爷，你牙上贴的黑纸边角翘起来了。被发现了。诸位请坐吧，今天不谈公务，吃顿便饭。临江遭灾，本官与百姓同甘共苦，诸位想必也是这么想的吧？好吃。大人体恤民情，下民感激涕零。好吃好吃，太香了，再来一碗。那这样，诸位从明天起按100文一斗上架。100文，现在才70。大人，我等本来打算自愿降10文，按60元卖的。谁让你们降了？涨100文一斗，明天起1颗米都不许少。这人疯了，不管男女，反正疯了。大人，您这是……临江的粮价，本官说了算，想卖的按我说的卖，不想卖的。户部大牢。小满，你真的要把粮价抬到150文，临江百姓会骂死你的。骂呗，哥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如果一个地方缺粮，粮价60、70文，周边的米行会不会运粮来卖？不会，运费都不够。那如果粮价涨到150文呢？周边的粮食会像蚂蚁嗅到蜜糖一样涌过来。到时候就不是我们求人卖粮了，是他们求着我们把粮食卖出去，而临江的百姓才能真正吃上饭。下，临江粮价即将涨到150文，7日粮价必降，我办事你放心。户部将无言到任及官仓断粮，勾结富商哄抬粮价至100元，鱼肉百姓罪不容诛。丞相何在？陛下，江修筑他在临江哄抬粮价。朕知道。还被临江县弹劾了。
朕知道。那陛下打算？朕亲自去看看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临江乃是灾区，有瘟疫，有流民，所以朕才要去。可是朝中事务交给你了。可是，丞相，江爱卿办事见不到朕，他会不高兴。您这是被绑架了，您知道吗？丞相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臣不放心，我怕你一个人去，回来的时候皇位已经换人了。丞相，朕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江爱卿真的想把娘价抬到150文，朕是该说他做的对，还是该说他做的不对？这又是一道送命题。陛下觉得呢？朕觉得他做的对。手狗了！江修战，粮价已经涨到150文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所有粮商都骂你是奸臣，百姓都在骂你。赵大人，今天是第几天了？第7天。你看江上，这只是第一批，后面还有很多在来的路上。因为150文一斗的粮价，运费再高也有的赚。可是临江百姓买不起这么贵的粮啊！谁说让他们买了？现在去开官仓。多少价？105文一斗。105文，比外地粮商的进货价加运费还要略低一点，但比四大家族的150文便宜了整整45文。那些外地粮商会亏本的。不会亏，赚的少一点而已。但如果他们不卖，临江潮湿，粮食不能久放，到时候他们连运费沟都赚不回来。那四大家族呢？4个人说好都不卖，但只要有1个人偷偷卖，另外3个就会死。你猜谁会是第1个？江大人，下官的弹劾奏折已经送到京城了。你弹劾我什么？哄抬粮价，鱼肉百姓。陛下应该已经收到了，可能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上次见到妹妹这么慌，还是她不小心把老爹的药材全熬成了火锅当料。完了，那个姓周的开了官仓，105文一斗，咱们150文的粮食全部烂在手里了。不急，咱们都不卖，官仓总会卖完的，少则半个月，多则1个月。你能撑1个月，我家账只剩3000两现银了。粮仓里的5000吨粮食不发霉也得喂虫子，那就熬着，只要咱们都不卖。老爷，不好了，王家粮仓开卖了，1时100文。放屁！我家的粮食都在仓里锁着呢。不是东街的王家粮铺，是您二弟在南城偷偷开的那家。王老爷，你兄弟的铺子在卖粮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自己家的铺子你不知道？二弟他早就分家了。分家还姓王？你家的粮食卖给谁了？卖给谁也不行啊！你们不也？李家在码头东边的小巷子里也有个小粮铺，昨天就开张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的管家去买过，98文一斗，比官仓还便宜。你先卖的，你先卖的，你家的粮价比我的低，那是你逼的。我就说你们都是叛徒，把我家的粮食连夜装车拉到江南去卖。你敢！你要是把粮食运走，官仓一卖完，粮价反弹，我们的损失谁赔？你们的损失关我屁事。赵老爷，当年你儿子娶媳妇还是我做的媒，那你当年欠我的3000两什么时候还？周大人有令，临江粮价即日起官仓降价至95文一斗，外粮不限价，踊跃发卖。快把粮食全部拉出来，88文一斗卖！老爷，不是说好不？你娘个头！再不卖就烂手里啦！100文、95文、92文、88文、85文。小满，粮价已经降到85文了，附近3个县都在骂你扰乱市场，还有外面有人给你起外号了，姜阎王、姜扒皮、姜吃人、姜涨价、姜疯子。哦对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姜爸爸。谁起的？临江码头的工人起的。因为150文的时候他在骂你，95文的时候他还在骂你，但今天早上1斗米只要85文的时候，他说你是他爸爸。这江大人疯了吧？周大人，这工钱也太低了，没人会来的。谁说让人来了？这告示不是给灾民看，给4大家族和大小士打的。
你想啊，官府修衙门只给10文加一餐，士绅要是想雇人修宅子、铺路、开作坊，只要给11文加一餐，是不是就显得比官府仁慈多了？他们花钱修宅子雇工人，还能赚个好名声。江大人此计甚妙，只是这工钱从何出？还能趁机压价，毕竟官府的工钱只有10文，他们给到15文就够高了。但比灾民拿到了工作，不用等官府施粥。大人放心，官府省了钱，士绅得了面子，灾民有了活路，三方都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谁输了？没人输啊，正常操作，有手就行。您的正常和别人的正常好像不是同一个意思。我不能输。这家给3餐，那家给5餐，去哪家呢？老爷，赵家那边包了下午茶和宵夜，咱们的人都被抢走了。哎，把1日3餐改成1日5餐。午餐？方丈，您看，城西这塔年久失修，多危险啊！阿弥陀佛，贫僧知道，但修塔需银300两，寺中财力不济。现在不用300两了，工钱便宜，材料也便宜，150两就够了。那也拿不出来。没关系，我有一个办法。开粥棚、刮佛像、租禅房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方丈，您可以把这个项目包装成救灾善举，修塔雇的全是灾民，修缮过程对外开放参观，参观者自愿投功德钱，一来积了功德，二来解决了工钱，三来游客带火了周边的素斋生意。江大人，您其实可以直接说，不修塔我就把寺院围墙拆了。方丈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您是。好吧，我是。阿弥陀佛，多谢方丈。江大人，您做这些到底图什么？图审视。临江的灾情赶紧处理完，我好回京城升官。户部那边还有一堆账册等着我查呢。阿弥陀佛。这位江大人怕是把2样都占了。先去码头。快，天黑之前全部写完。听说江大人在官仓卖105文，咱们得赶紧抢在降价前出手。你听到了？120文1斗，比官仓贵点，但是米好。110文，刚从江南运来的新米。95文，95文，只要95文。4大家族联盟已经从内部瓦解了，粮价不是官府压下来的，是粮商们自己打价格战打下来的。师傅，怎么突然想起修缮寺庙了？阿弥陀佛，江大人劝老衲趁工价低廉时修缮殿屋，一来寺中省了银钱，二来灾民有了活路，三来也算功德一件。他怎么说动你的？江大人说，如果寺院不雇人，他就让县衙出1文钱1天，把所有灾民都招去扫地，1文钱1天。那样的话，灾民连饭都吃不上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老衲不敢不从。你说你是4大家族的人？是，我们是公百万的亲属。排队。可我们是来跟您谈粮价。我说最后一遍，排队。丞相，你说江爱卿知不知道朕在这里？不能太淡，不能让灾民觉得官府敷衍。我哥呢？快去把我哥叫来，就说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升官的途径可能要改写了。丞相，咱们再待7天啊！可朝中不急，朕想多看一会儿江爱卿被吓到的样子。大玄朝要完了，真的要完了。粮价稳了，灾民有活干了，临城县的经济要彻底恢复，光靠修房子修路不够，得让人愿意来花钱。临江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鱼好吃，米也不错。赵大人，临江最大的优势是临江，大周朝南北水运的枢纽，每年从江南往京城运漕粮都要经过临江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办龙舟赛，
以3年商税减免为大奖。3年商税减免？您疯了吗？商税是朝廷的。陛下会同意的。您凭什么这么确定？陛下亲笔信，临江之事你决定。反正陛下说他同意了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您？您来的时候说自己是来赈灾的，结果把粮价先抬到150文，整个临江差点被您搞破产了。那是战术。江大人，这个月的商税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。正常。可是龙舟赛还没开始呢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去筹备明年的龙舟赛了。陛下，那个龙舟赛的3年免税大奖，您真批了？批了。可是他做事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，除了让我心脏病发作之外。丞相，你知道什么叫恐惧式纵容吗？就是你知道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会吓死，但你每次都选择让他去做，因为最终的结果会比你能想到的任何方案都要好。而且朕发现，被吓着吓着就习惯了。陛下，您这已经不是纵容了，你有斯德哈尔摩综合征。陛下，我有件事要跟您说，3件事。说。第一，临江粮价已降到50文以下，我打算从官仓拿一部分，按原价补贴给最早来卖粮的商人，不能让他们亏本，不然下次再有灾，没人敢来。准。第二，龙舟赛以后每年办一届，3年免税大奖改为1年免税，但参赛门槛提高，必须是纳税大户才能报名。你想把龙舟赛做成招商大会？陛下变聪明了。朕一直很聪明。是吗？那上次行宫的事……别提行宫。还说陛下越来越蠢。朕说了，别提行宫。能让江修筑欲言又止的事，怕是9族都要陪葬的级别。第3件事，晚上江边有烟花，端午节的保留节目，临江商会赞助的。陛下要是有空，可以一起去看。反正我哥今晚跟码头那帮工人打牌，没人陪我。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，当我没说。好。真的，不嫌我有病。习惯了。不怕我靠太近被人说闲话？全朝堂都以为你是朕的宠妃了，还差这一点闲话。那行，虚实江边见，穿得低调点，我可不想被人围观。迟到的话，我就弹劾你。怎么还没来？弹劾陛下不守时。江爱卿在弹劾什么？你今天还挺什么？没什么，烟花快开始了，走吧。烟花不错。不错。临江商会挺舍得的。陛下来临江这些日住的还习惯吗？不太习惯。哪个客栈？我让人换。不是客栈的问题，是住的地方没有江修状，不太习惯。等一下，这个剧本不对，怎么变成了被告白？陛下，这种话在话本里一般是情侣之间说的，咱们说这些不合适吧？是吗？那你把我当女的也行。救命！陛下人设崩塌了！江爱卿，你知道朕为什么怕你吗？因为我骂过你。不是，因为你是朕见过的所有人里唯一不把朕当皇帝的人。江无病，朕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男是女？你什么时候？一直都知道。那你怎么？因为你是江无病，你是男是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你。等一下，我以为你纵容我是因为你好说话，哪一半不是？一半是，一半不是。这一半